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做一个温暖的厨师。以后咱们在家，不管是煮红豆、绿豆还是黑豆，煮之前多加一步，10分钟软烂开花，省钱又节能，方法实在是太棒了。豆制品是很多女性朋友特别中意的健康食材，如果想要使它们煮得软烂开花，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其中最难煮的就属红豆了。趁着今天有时间，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。首先，碗中准备适量的红豆，把里面烂掉的、干瘪的，还有空壳的全部挑出来。这一步也非常关键，吃多了对身体是有所伤害，而且口感也会大打折扣。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简单的清洗一下，洗去红豆表面的一些灰尘和杂质。大家都知道，无论是红豆、绿豆还是黄豆、黑豆，由于它有着坚韧的外壳，所以它们煮起来就比较耗时间。如果想要它们煮得软烂，那么就需要具备2种条件。第一就是长时间的煮制，另外就是长时间的浸泡。而现在的生活节奏快，往往这2种条件都不具备，其实只需要多加一步，10几分钟就能煮得软烂开花。洗干净后，我们倒入漏勺中，接下来再准备2个同样大小的碗，把红豆分成2份，把其中的1份豆子加入温水，给它浸泡着，这样能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操作。再准备一口无水无油的锅，把洗干净的红豆倒进来，先开大火给它翻炒。随着锅中温度不断的升高，里面的水就会慢慢的蒸发。经过大约炒了50秒左右，红豆里面的水分就已经收干了。接下来转为小火继续翻炒。在这里顺便给大家讲一下锅的选择，尽量是选择家里闲置比较久、不太常用的锅来炒这个豆子。在整个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它，大家可千万不要偷懒哦，防止把红豆炒糊了。可当你能闻到红豆从生豆味变成浓郁的豆香味的时候，就证明已经快炒好了。只有经过炒制的红豆，才有外面那种粥铺浓浓的香气。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在热力的作用下，红豆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，由之前的红色变成了黑色，坚硬的表皮也会有一些开裂，这是红豆的内部已经发生了膨化反应。接下来再准备一个不锈钢内胆的保温壶，这种保温壶的效果会更好。把炒好的红豆全部倒进里面，接着加入101度的开水，然后再盖上盖子密封起来。接下来就交给时间来见证奇迹。4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吃了。早上泡好，中午就可以吃；中午泡好，晚上就可以吃。出门前泡好，可以边玩边吃。做法特别的简单又方便，里面的红豆个个已经开花了，也泡至软烂，营养也已经充分的泡出来了，汤水的颜色也非常的浓稠。这个方法一点也不耗费时间和精力。记得小时候外婆经常用热水瓶来焖绿豆，吃的时候可以往里面加入一些红糖，增加口感。这个方法非常的适合上班族或者是赶时间的朋友，这可是我们老一辈人留下来的智慧和结晶，省时省力，方法特别的牛。接下来我们再来使用第2种方法，这是我用温水浸泡了30分钟左右的红豆。用温水来浸泡红豆，可以使豆子更加快速的吸饱水分。再把泡好的豆子控水捞出来，装入另外一个碗中。接下来再用保鲜膜把它磨好。平时
我们可以多清洗一些红豆，像我这样子给它一份一份的准备好备用，分别按照每次的用量，把它放进保鲜盒或者是密封袋子里面，再把它放进冰箱里冷冻保存，大约给它冻上4到5个小时左右。这是我冻了4小时左右的红豆，摸上去硬邦邦的，像石头一样。豆子经过冷冻结冰，表面已经被冻得裂出了一些小缝隙，不用把豆子化开，就直接把它倒入滚烫的开水中。当冷冻的豆子遇到沸腾的热水之后，就会突然的膨胀，可以加快豆子开花，从而就会自然的缩短煮制的时间。盖上盖子，大火煮上10分钟即可。豆子就会煮得软烂开花，里面的汤水颜色也已经变得非常的浓稠了。假如要煮红豆沙的话，就再给它煮上10分钟左右。如果像平时的话，直接把红豆放进锅里面煮，那么需要煮40到50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才把豆子煮至软烂开花。只要多加这一步小技巧，10分钟左右就能把豆子煮至软烂开花啦。以上就是煮红豆的2种小妙招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好啦，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视频最后祝大家天天开心，8颗牙齿晒太阳。